1去2、3里，烟村4、5家，亭台6、7所，一枝红杏出来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要不是为你们，我这句话绝不说。所谓的定场诗，现在也就是落一个呀，跟你们大伙儿开玩笑啊，看看你们嘴快不快，反应快不快。今天表现不好，可能你们也是没猜着我要说什么啊。啊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啊！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！你看，我下次跟这儿弄一水枪啊，谁搭茬我就滋你们。哎呀，因为来这个耽误说刘大爷。要没看过上期，谁知道刘大爷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儿每一个说相声的都很有包袱笑料，为什么呢？他这个人要是不好玩啊，他台上就好玩不了啊。你说这种台下人家很正经，天天跟老教授似的，你琢磨他台上他也不好玩。所以说台上台下有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训练啊。那天我听他们念的一事，我真乐了，就我们这儿的事儿。哼，我们有叫张鹤伦的，你们知道啊？孟鹤堂也知道啊。有一回啊，这个有几个人一块儿看电影去。这一说这话，就是张鹤伦跟孟鹤堂没怎么红的时候。现在要看电影去，估计就有点不方便了。这时候前几年，啊，好多年前，这事儿他们没跟我念的，后来才跟我说的。张鹤伦、孟鹤堂还有几个小哥们儿，那几个人是谁没记住，也不重要。哎，看电影去了。看电影呢，就买了这么2罐爆米花，哎，让小孟抱着走，看电影去。反正可能是电影太精彩了，就没怎么吃。2罐爆米花没怎么吃，啊，到演完电影说咱走吧，孟鹤堂就说了，说扔了吧。好家伙，这爆一场电影也没人吃啊，扔了吧，一会儿找一个垃圾桶把这一拽就得了。张鹤伦就说：“你别扔，可惜了的，花钱买的啊，待会儿拿回宿舍，大伙儿分着吃就吃了啊。你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上一厕所，咱们就走了，电影散了。”哎，张鹤伦就上厕所了，上厕所出来一看，就这几人都没了。再一看，好家伙，垃圾桶里边2桶爆米花搁在那儿，把张鹤伦气的。我说话你要听就行，你挺好的东西啊，就捡起来了。这一会儿回去，该吃还能吃啊。这一回头，孟鹤堂打那边抱着爆米花来了。哎呀，也挺可乐的啊！这事儿都小事，你看这个事儿，你一听你就知道它不是编的，啊，它一定是真实发生的啊！下次你们再看张鹤伦演出，你们就喊爆米花这事儿啊。一听我就乐了啊！这肯定是真事儿，不是他们编的。我赶明儿为了你们呢，把后台这事儿都统计一下啊。太多了啊，无计其数。快坐吧，快坐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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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了。哎，好。我擦粉了，我啊。黄河远上，白云一片，羌笛何须怨，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。作者王之涣。不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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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这一定是我来之前现场导演教你们的。你们这个态度就说明你们还试验过，一定有人带着你们喊过这个。你都学会说瞎话了，你们啊？好吧啊，你们开心就好啊。谢谢吧。
这来了这么些人，很开心啊！都买票了吗？没有。说没有这个是实话，谁瞪眼说瞎话还说有？少来这套啊！棚里边录评书还要票，有王法没有了啊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们要是有人说你们明儿看录像去吧，郭德纲说书一张票多少钱？上那儿，你们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们就一定要举报他。哎，罚他50块钱，咱俩人分啊。这肯定没有票啊！要票干嘛？您来捧来我就开心，这不是那错不了啊！哎，不是在剧场哈，剧场抢票不好抢吧？你看啊，相声不好抢，最近德云古曲社的票你们能？这怪对不起各位的啊。那天好像一开票，古曲的票也抢光了啊！我有朋友唱大鼓的，我说你听说了吗？我说你看大伙儿多捧啊，票一出去没了。唱大鼓这准讲话，说你们是雇黄牛自己抢空的啊！这以后就得多演，各位才能看，是吧？好吧，一定要多演，多卖票，不送票啊，不送票。这个我看那天谁跟我说的，网上人家你看看德云社写着赠票，你看着啊，弄得我好惭愧啊。从古至今呢，搞演出的呀，他都是在票务里边会留出一部分红票，记住了啊！这个票里边啊，不管是唱京剧、唱这唱那个、说相声、演大鼓啊，哎，你说唐宋元明咱不敢说，反打清朝之后到民国，每场演出按规矩来说一定要有赠票，这个赠票叫红票，所以这个票本身是不在售票范围之内的。我们也是如此，因为这个是不可避免的。体育馆也罢，什么大型演出也罢，每场必须有这么一些个，按一定的比例来说吧，哎，这个票会盖一张写着赠票，不让你卖。但你要非拿这说出来，德云社终于赠票了，这不跟你们玩了，那就啊，你这装糊涂啊！当然，过去呢，还有的演员一挑班有压力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为什么呢？他有的演员自己得花钱买这红票，说你要唱戏了，我要在哪个剧场，这剧场1000人。明儿我来唱戏了，戏园子也得问你，您自个儿能负担点红票吗？就是因为你的能耐卖不了票，你又非得唱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自个儿买点票吧，你得安排人，所以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啊。但是我们这些年我们不送，那卖还不够卖的了啊，再送买卖干赔了，那一定是你们雇黄牛自己买的票。他说完我乐了。但是也不能解释，33层天，一层天一个境界，不在其位，你不明白什么样。真的，你全世界挑一个最有钱的人，人家那个日子咱也不知道怎么过的，对不对？不理解，但是好在咱不理解，咱不瞎说呀，省得让人笑话咱啊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。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。啊！远自湖北3000里，近到江南16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再来游。不来了。你看刚才这一个切开分2回卖的，知道吗？我就防备你们这个呢。谢谢吧，哎，多开心是吧？我这个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哎，你们老这么鼓励我啊！我已经是个年近半百的老人了啊！你才未成年呢，未成年不能出来挣钱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是毁我呀啊！你这回来平台告诉我，您观众说您未成年啊，这几期不给钱了，算你的算我的。也一晃哈，我16岁打天津出来，刚到北京的时候，觉着这是叔叔，那是大爷，人都比我的岁数大，弄着弄着，有人管我叫哥哥了，就一愣。
再后来叫叔的、叫大爷的，再后来又过来爷爷您，嚯，吓我一跳。日夜穿梭催人老，啊，真是你不服不行。有时候看着谦儿哥我都感慨，谦儿哥你看那个脸这皱纹哈，那嘴巴子都耷拉下来了。我好像还好一点啊，我也没什么皱纹，可能跟这个不抽烟呢、不喝酒可能还是有关系的啊。可能就是什么熬夜啊、喝酒啊，对这个脸有关系。但是像我们这个也不像人家那个演戏的那个哈，人很在乎这，我们倒不在乎，越不在乎可能越无所谓了。人家他们那淡白头发的、弄皱纹的、拉双眼皮的啊，挺好，就这样吧，挺好，也有变化。你看，我看侯震就有变化。我刚认识侯震时没有这么大的脸。啊，真的，刚认识他那会儿，他可能刚结婚吧，我觉得还就是一般人，好怎么着突然间，这玩意儿松心可能是，他真是松心啊，他竟可乐之极。侯爷最早上我们这儿来的时候，开始他也不说相声，那会儿他不会，然后大伙儿说这怎么办？这干点什么呀？让他给我当助理，最早。当助理当了1天就不让他当助理了，他懒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头天出去说好了，也不上哪儿去，助理你不能空手啊，对吧？我就把我那包给他，我说您拿着这个吧，哎，把我这包接过去，他把他那包递给我，拿这。真事儿，合着我拿他的，他拿我的。后来我们大伙商量说这不行啊，这个，你说我那个包这么小，他给我这么大，谁伺候谁呀？这是吧？后来就想让他干点什么，就干一个就是他拿着他不能给我的。后来开车了啊，你方向盘不能给我吧？这一下干了20年啊，他挺可乐，很单纯。有时候有一年我们上广西录像去，啊，走之前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广西那。咱们那儿旁边有一海鲜市场，都是现捞上来的海鲜啊，然后就在那儿，就旁边海水那儿现煮现吃。行，大伙说咱们去，咱们吃吧。走之前啊，这我闹肚子，也不怎么着，哎呦，闹肚闹特别厉害啊，去吧，忍着吧，那就干活去呗。到广西落地了，我说咱们一会儿喝点粥啊，或者吃点什么就得了，别吃海鲜闹肚子。侯爷急了，必须吃海鲜。我怎么还必须吃海鲜？就我已经许给我媳妇儿了。我们吃海鲜的时候拍给他看，就为了我们吃饭，他得拍给他媳妇看。我们结果还真吃了海鲜啊！你说这哄着他，跟小孩似的，你说怎么弄啊？不能说这个，说闲话，这信是说没完了啊！说这个比说正文我还痛快了，是不是？你们更爱听这个？没出息！坐吧，快坐吧，别客气了啊！哎，好，受累了啊！1去2、3里，烟村4、5家，亭台6、7座，一只红杏出来了。不来了，不来了。你这累不累你们？你说出来听书，回去嗓子哑了啊？还讲理不讲理啊？谢谢啊，这个棚里的人越来越多了啊，可不嘛？哎，最开始录的时候，我记得人特别多哈。这桌子两边都是人，后来嫌他们碍事儿不让来了，谢谢各位吧，我这个能力一般，水平也有限，您各位这么捧我啊，现在说书的很多啊，说的都比我好啊，没有，你们就说有不行吗？没有，会有的啊，这个我们这行老前辈们。其实现在很凋零了，这行没有什么能够接得上香烟的地儿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说书难，说书还不像干别的，他不是说你卖力气，我跑步，啊，我举杠铃，我干点别的。早晨5点起，你练去会有成绩。我们这个你3点起也不管用啊，它跟这没关系。卖的是天赋，卖的是文化。说书的人首先得爱看书，其次还得爱观察生活。你什么都能
搁在我们这儿有用。您不当回事儿，我们看一眼，哎，这个在节目里面就能体现，确实是这样。你包括日常生活中，有时候没事儿我坐后屋聊天，跟我们跟前这几个人，连侯爷呀，在我那个经纪人王海啊，有时候跟他们聊天，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也没有别的朋友，就他们跟我聊一聊家里的事儿，我挺高兴。他们有时候说着说着，我心说，这能搁台上用，也挺好玩的啊。上一场录完之后回来休息室，侯爷都不乐意了啊！你要说我了哈，侯家好玩，侯家吃东西有特点啊！你看，拌西红柿，咱们拌西红柿切成块，撒点白糖，搁在冰箱里边，啊，一会儿一吃甜丝丝的啊。这侯家拌西红柿搁海米，啊，搁海米，搁盐，搁味精，搁酱油。他们家拌咸的，你说你不服行吗？是吧？他们家炸那馒头片儿，馒头片儿炸完之后，哎，搁在手里边，拿那个整粒儿的那个味精，大粒儿的味精，撒在上边，这么端着舀，啊，他们家有特点啊！哎，不知这是谁设计的啊？哎，那挺有特点。其实尝了尝也不难吃，也挺好吃的。也不光他，那包括那王海儿那天。王海那儿子把我们乐坏了。我那经纪人叫王海啊，王海，他那儿子也挺可爱。孩子上学回来路上，听到了一个难受的事情，养了很久的一个乌龟死掉了，啊，死了，还没想告诉他，就是大人之间还拿微信说，你看那乌龟死了，一会儿他要知道到家得多难受。看见了，要不怎么一回头看见微信了，当时就哭了。哎呦，好家伙，怎么说哭了一道？大人也劝呗。就养了很长时间一个乌龟，孩子有感情了，哟，哭的哟，哭了到最后，好像嗓子都干了啊！他当爸爸的心里难受啊，那喝点水吧，给瓶饮料，孩子喝饮料，喝完之后是抽抽搭搭的啊，稍微沉静会儿了，还问他爸爸，什么叫灵堂啊？哎呀，他爸爸这心里边，灵堂就是人死了之后啊，祭奠哀思的这么一个地方，叫灵堂哦。那这个零脂零卡路里呢？那茬忘了，问的是饮料的事儿。哎呀，孩子们多可爱啊！行了，下回给你们讲郭汾阳的故事啊。书接上文。我没问你们，我管你们忘不忘的啊！你们忘我得想着，要不咱吃谁去啊？我这天天哄你们玩呢，这啊，要不应该给你们找几个阿姨来坐在这儿。哎，来4个桌子，一人来块木头啊，唐诗宋词。哎呀，这找阿姨，我一找阿姨，我就想起来我们家那阿姨来了啊。这阿姨其实也不容易，一天到晚的干活什么的，但是这阿姨也都挺有包袱的。我们家前几年啊，请过一个阿姨，家里人也多，你想徒弟们也都来，我们家有时候抄起来20、30口人吃饭，说得找个阿姨跟着做饭，真请了一阿姨，说您有什么手艺啊？啥都行，啊，啥都行。啊，炒菜、面二、蒸馒头、蒸包子、烙饼，啊，面条、打卤、炸酱，海鲜我也擅长啊，那个炒菜都行，炖肉我也行，饺子、包子全行啊，还擅长煲汤，啊，煲汤这都行。我们家人挺高兴，呵，你这玩意儿哈，来这阿姨可省心了，要不然光我们自个儿做饭忙不过来呀。好，他一上手干活，我们才知道，他就会热菜。你怎么弄啊？你这剩的菜他给你热热，他会。你说再炒一个，这不行。问一个不会一个。我那天之前我一聊这个，我那经纪人王海说啊，我们家那也是。王海他们家之前这因为阿姨他们家请好几个阿姨，有一个阿姨就是来了说什么都行，后来一做饭不会了，蒸螃蟹也不会，弄虾什么都不会。后来王海的丈母娘东北人。啊，在厨房给他做，让他看，
啊，阿姨坐在那儿看。王海丈母娘一边炒菜一边回头跟他说：“你胆儿挺大呀，啊，啥也不会就敢出来挣钱来了啊！”这挺好玩。因为于老师家里也是，于谦老师家里边找那阿姨，俩阿姨啊，说有手艺，会包饺子，会弄面条。有一天包饺子，包了好几百个，啊，吃吧。哎，他们家你想啊，他儿子他媳妇儿于老师没多人，吃完之后大盘子，好家伙，剩了好几盘子。说明儿中午吧，明儿中午煎饺子吃。转天中午啊，阿姨问：“咱们一会儿吃什么呀？”谦儿哥说：“那吃饺子吧。”没了，大盘子没了。那个阿姨站旁边撇嘴，说：“都给吃了。”印象很深，而且于老师学的时候那表情啊，很狰狞。就是说相声就这样，看谁都可乐，看谁们都好玩。当然了，谁活着也不容易啊！我们那个阿姨，你看从我们家走的时候，已经煎炒烹炸学了好多菜了，不单纯会给人热菜了，哪儿说理去啊？行了，不说阿姨了啊，说点正事儿吧，咱们啊，不能再聊了啊！郭汾阳啊，行，下一期好不好啊？你这快给弄走，快点！这孩子矫情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不能再说了，时间不够了啊！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？这个郭汾阳啊，郭汾阳这个天天睡觉之前呢，他有时候玩游戏，一到快睡觉别玩了，他天天就跟你磨蹭，再给我5分钟。其实他没有什么时间概念，一会儿再给我6分钟，请再给我7分钟啊！再给我8分，弄半个钟头就过去了，啊！一天到晚的眨巴眼儿看这，后来拦着他不让他看啊，不让他看，他自个儿我是不是得滴点眼药水了啊？他倒挺聪明啊，他的大段故事下次再说，来不及了啊！我就老这么喊，是不是咱们能聊1个钟头这个哈？我就没法找平台要钱了。哎，你们回去看视频的时候，也在观众席里找自己吗？也找。哎，那起哄那就是我是吧？我上电视了，也高兴啊！你说这上电视了，就想起我那助理来了。我有一助理啊，膀大腰圆，舞的3粗，那正经是练家子，很厉害啊。10年前来的时候，有一次一节目。我那个节目里边来了一个，是举重啊，是什么就练家子吧，来这么一个，来英雄，啊，在节目现场人家吃生牛肉，喝生鸡蛋，给我们都吓着了。好家伙，这得多壮！那胳膊跟头，4棱子起筋线，2太阳穴，好家伙，都鼓着的，太棒了。就聊天吧，节目里边说您这个，要是几个人能到了您跟前啊？这不叫事儿，谁到我跟前来都不行。我说太棒了，也是为了节目效果。我那助理就在边上坐着，我说你上来，让你见见什么叫英雄。预备，来，哎，俩人往前一扑，我这助理就给这英雄弄躺下了。你说咱也不知道是巧劲儿啊，还是因为什么，反正过来腾哐一下子。挺大一大英雄，咣当躺地了。这完事儿之后，该录呗。下来之后，我就跟我这助理说：“我说你这回行了，好家伙，人家拿比赛拿过奖，让你给布了躺下。等这期要播完之后啊，你非红了不可。”他给他爸打电话，哪天，你看啊，那天有我呀啊，我上电视了啊，全家人到点跟那等着。那电视都冒着雪花了，也没有他，不能有啊！这节目请一嘉宾来，啊，这玩意儿不管因为什么也不能把你这番放在里边啊，一定会剪。哎，他爸爸打电话，儿子，那电视没看见有你啊。他也觉得这谁知道，可能给我剪了呗。这一说都10多年了，
天下的事儿多好玩啊！来吧，干点正事吧啊！没有什么可聊的了，还没忘呢？啊，行，下期你们一定要来听啊！下期讲郭文阳啊，赶明儿你们拉一单子，我觉得就是想听什么告诉我，我给你们都设想听《济公传》哈，你也是想瞎了心了。哎呀，你要不提醒我都忘了啊！丑娘娘是吧？丑娘娘其实很早之前就整理完了，第2部都整理好了，但是不像那年头那么有时间，得连着好多天。你之前记得吧？我们在小剧场7天8天连着说书，现在这个不好找这个时间。其实我好多评书，真的啊，我那个玩意儿我自己都觉得我都快爱上我自己了。别着急啊，这个慢慢的说，咱们这玩意儿得有过日子心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下回啊，我坐底下，你们上来说来。我可爱听人说书了啊，我好坐底下起哄啊。我要起哄，说书都张不开嘴，真的。听书啊，听戏啊，都是快乐的事情。尤其我死心眼儿，不像人家谦儿哥他们还能喝个酒啊，出去聊个天儿。我别的也不会，就有时候你看后台，之前跟小栾他们大伙儿还聊聊文玩什么的，买个核桃盘个串儿，后来核桃一多了就盘不过来了，就不爱了。你看这个玩这串儿哈，玩核桃，千万别买多。你就有一对核桃啊，有一串，那你伺候的好着呢。那一多了就完了，没心气儿了。我之前买一对核桃特别好，15年前，这么大个儿，特别棒。哎呦，好着呢，就是怎么盘也不上色儿，也不包浆，啊，有一天咣当掉地下，好家伙，树脂的。多缺德呀！买过这么对假的，一下掉地摔裂了，他之前你搁在手里晃还响，这也响，一看里边他拿纸叠了一包搁在里边，哗啦哗啦。后来就陆陆续续也买，有的时候心气儿好啊，你后台于老师啊、栾云平啊、孔云龙啊，我们反正这行都爱这个。有一年出国演出去，走之前栾云平就说了，咱们有核桃的各位，咱们都带着啊，在外边有时间嘛，盘着玩吧，闲着也闲着。都带着啊，可想着你呀，这都带着啊，都带着。结果到机场啊，他怎么都带着了吗？都掏出来看，我这对核桃，我这对都带着。于老师呢？好，于老师拿了7、8对核桃。您怎么拿这么些个？你不说了都带着吗？他把他家里有的都带着了。连手串带这，好家伙，弄一身，这回行了，不怕家着火，就怕掉沟里边啊！我们还叫孔云龙的，盘那个橄榄核，盘那个籽儿，孩子真认真呐啊！把手洗得倍儿干净，弄的小刷子儿，买的油，弄的手套，哎呦，盘这串儿真下心，我没看他那么认真过，这串盘的真好，后来丢到地铁上了。你受不了啊！回来之后自个儿急得跟什么似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个细致活啊，关键这份心血啊。现在我看文玩这个也过去了这劲儿，那不像那会儿似的了哈。但是最近我看天凉了，估计又该玩虫子了。养蝈蝈啊，养油葫芦啊什么的啊，这也挺好。但这得关键得有人摆楞，没人摆楞不行。我有段时间愿意养那个铃子。铃子叫起来那声音好听啊，跟小金钟似的。找一大的花瓶，挺大的花瓶，花瓶口上担着一根筷子，拴一根细绳，绳底下拴一苹果核，然后担在这瓶口，买几个铃子啊、金钟啊扔在这里边。他老能吃这个呀，这个瓶子滑，他又上不来。吃差不多了，过几天夸一蹬上来，你把这一扔，再换一新的。你要直接弄一个吃的搁在里边，瓶也不好刷，你也够不着，不就烂了吗？玩这也挺好，一叫起来挺热闹。还有鱼缸，我之前有鱼缸，栾云平上家去，
有的时候孙胖子一到差不多11、2月，就挨家我这儿于老师那儿送点虫子，黑白虫吧，送来。哎，正好那回家里有这么一个玻璃盆儿，栾云平半夜里弄点土把底儿都撒上，哎，把这个油葫芦都扔到里边去啊，找点东西的给隔开，要不他打架啊。但是搁在那儿也挺好玩的，这就是个乐儿啊，花钱不多，找乐不少，尤其是冬天时候玩虫子，我还挺愿意。我前几年有一年还挺闲，我弄了点那个蝴蝶的那个蛹，哎，蝴蝶蛹搁在盆里边，慢慢就孵出来了。外边下着大雪，你这屋里边蝴蝶跟这儿飞着，哎，这是个挺雅致的玩法，还挺好的啊。有机会您各位试试。如果说弄不着蝴蝶的话，您弄点狐狸在屋里边。